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刘昊然、周冬雨全程无交流，谭松韵同款剧本再现，还是鹿晗够爷们？看到周冬雨和刘昊然之间仿佛隔着一条银河，突然就懂了为何说鹿晗才是被误判的真男人。电影《燃冬》的发布会上，刘昊然和周冬雨全程无交流，给人一种故意避嫌的感觉。上次有这种感觉还是最好的我们宣发现场，刘昊然跟谭松韵从耿耿于怀组合突然陌生到连站一起都让人觉得尴尬。两人相识于最好的我们剧组，那一年刘昊然刚满18岁，谭松韵贴心为他庆生，而刘昊然的动态里全是谭松韵的影子，两人片场也互动不断。刘昊然明明年纪小，却像个哥哥一样对谭松韵各种摸头杀。后来一起参加节目，刘昊然也会把谭松韵护在身后，这样宠溺的小细节让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两个假戏真做。可到了最好的我们正式发布，两个人却开始各种疏远。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无人得知。有人说是因为刘昊然的女友粉给谭松韵造成了太大压力，才导致他们分道扬镳。事实真相不得而知。但多年后，当有记者询问刘昊然，如果有时光机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时，他的回答是18岁。可见那段记忆对他来说也同样珍贵。只是谁也没想到，相似的剧情再度上演。不同的是，当初有多少人为谭松韵感到惋惜，如今就有多少人替刘昊然感到开心。因为周冬雨的口碑实在是两极分化严重。可恋爱的消息转了好几年，从悄无声息的开始到如今又像是默不作声的结束。不管周冬雨的过往如何有争议，刘昊然的避嫌都不符合一个正常男人该有的担当。而在这方面，同为顶流的鹿晗明显比他更爷们。鹿晗在事业巅峰期官宣恋情，一夜之间脱粉82万，顶着女友粉的各种指责，高调的表示官宣恋情才是对女方负责，仅此一点就够刘昊然抬头仰望。或许会有人觉得刘昊然这是在保护周冬雨，避免重复当年谭松韵遭遇的窘境。可有了鹿晗的带头，再加上如今网络环境的变化，大大方方的承认反而比小心谨慎更加圈粉。哪怕网友并不看好这段感情，至少还能收获起码的尊重和祝福。对此你怎么看？2. 被谭松韵的御姐穿搭圈粉了，自信成熟又优雅，好美。谭松韵终于长大了，从软萌少女到御姐风，有哪些变化？娱乐圈里漂亮的女明星不少，但是30多岁还顶着一张少女脸的屈指可数，谭松韵就是其中一个。如果不说，单看外表，很多人会以为她是个学生。从《甄嬛传》12岁的纯儿，到最好的我们16岁的高中生耿耿，小喵对谭松韵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花季少女。后来查资料才知道，扮演这两个角色的时候，谭松韵分别是22和26岁了。她的青春期好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一直停留在甜美可爱的阶段。直到刷到她的新剧《请叫我总监》，才发现谭松韵终于长大了。其实，与其说谭松韵终于长大了，更不如说是为了配合剧中角色的需要而长大。从请叫我总监这个名字可以看出，这是一部职场剧，不同于以往的校园剧。谭松韵在妆容、发型和穿衣打扮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她的御姐风装扮，成熟自信又干练。一起来看看她是如何改变的吧。妆容的改变，首先谭松韵本身的长相就是很抗老的幼态脸，短圆脸加杏眼，加上微微的婴儿肥，轮廓流畅，脸型饱满，看起来甜美可爱。早期她的妆容都是很浅淡的，没有过度修剪眉毛，保留她自然的毛流感，也没有很重的眼妆修饰，口红也是比较接近于纯色的型号，这样看起来更加自然。
也能突出原生态的少女感，更有学生气。长大后的谭松韵在妆容上有了明显变化，从粗糙感的妆容变成了更精致的装扮，不再是又浓又粗的眉毛，眉形边际更清晰，眉毛的轮廓也更加窄长，涂抹上更加妩媚的深色系口红，看起来成熟有女人味。另外，她的头发从蓬松自然的微卷变成黑长直，再佩戴一些有气场的耳饰进行装饰，都增加了轻熟感。穿搭的改变，少女感阶段，人靠衣装马靠鞍，穿搭的魅力就在于它可以把你包装成任何模样。谭松韵的少女感穿搭离不开一些松弛感的元素，比如休闲感的 T 恤、卫衣、牛仔裤以及一些宽松的外套，不刻意凸显成熟的女性特征，反而更减龄。在夏天，一件简单的字母白 T 恤配蓝色牛仔裤，再用球鞋、棒球帽去搭配，更强化了少女感的模样，俏皮又充满学生气。初入职场阶段，相较于休闲装、衬衫、西服这类的单品裁剪上更利落，加上流畅的线条感，呈现出来的气场就会偏向于成熟。而在我不是总监这部剧里，初入职场的女主并不是一路开挂，刚开始的人设就是个职场小白，因此穿搭中会加入大量的白、卡其、豆绿等偏柔和的色调，利落干练之余多一些温柔平和的气场，看起来更有亲切感。气场强大的御姐风，最大的变化是她穿职业套装的时候，米白色西服套装搭配浅卡其背心，再搭配一双白色高跟凉鞋，同色系的简洁配色以及合身利落的裁剪，看起来简约大气，非常符合开挂后职场女强人的人设。被谭松韵的御姐穿搭圈粉了，自信成熟又优雅，好美。